大家好，我是基德。航天次世代先行者，化学火箭终极形态，人类历史上最高、运载能力最大、目标为殖民火星的超级行星运输系统，全称 Big Fuck You Rocket 的星舰终于首飞。seconds away, or 10 seconds. 这事大家都知道了，最早按计划是17号发射啊。我这期稿子就是17号下午写的，现在离点火只剩7个小时，看着直播画面，我忐忑的都不行。为什么呢？我就害怕它真成功了。视频后期来不及做，但后来又一想，尾部和 SLS 隔了几年，17号它能飞？不可能！回顾一下之前没合体的光感星舰5次试飞，4次爆炸，1次成功。最近一次33台猛禽的超重助推静态点火，有2台没点着，但31台推力应付首飞完全够了，但还是说明整体可靠性没让人完全放心。那现在上面50米船舱和下面70米助推合体了，如果第一次首飞就完美，那也太科幻了。马斯克都只敢猜个55开，而且这次首飞星舰即使炸也能接受，也能赢。为什么？我看了一圈航天爱好者对星舰首飞的预期主要分4层：不炸发射台过关，过了动压极致点 Max Q 再炸功德圆满，超重助推成功再点火减速溅落墨西哥湾，超神再入大气层不点火，全靠机翼减速格尔瓦抗压的星舰不解体溅落夏威夷，逆天！这哪里是火箭，这就是航爱亲孙子，怎么输不了呀！而且退1万步来说，星舰这波首飞飞船和助推按计划都是要落海里的，泡水之后全都用不成 ，SpaceX 也没打算捞回去复用，接下来2次发射也都一样，都不打算回收，这什么意思啊？就这次首飞确实重要，但也只是测试。对 SpaceX 来说，成功最好，炸了也没关系，主打的就是一个收集数据，有钱。最终目的是迭代出能像筷子一样回收复用的版本啊，这怎么也得再花个1年半载吧？没事，干就完了。所以大家想明白了吗？我想清楚了，这期视频17号做不完没有关系，因为它首飞必然失败，我等它下次飞上去再发视频一样的。OK，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清楚这个完全版星舰到底有多强，为什么它成了航天爱好者亲孙子，为什么说它是航天次时代的开创者。星舰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想把人类和大量机械送去殖民火星，你就需要超大推力的超级火箭，成本太高怎么办？造可以重复用的超级火箭。星舰就这么个东西，下面的助推器叫超重，上面的船舱叫星舰啊，上下加起来也叫星舰。先看尺寸，这东西120米高，什么 SLS、土星5号航天飞机在它面前都是弟弟。再看推力，超重助推33台猛禽2发动机。每台推力230吨，合一起能有7590吨，即使首飞只开90%的功率，也是全世界推力之王土星5号3400吨的2倍多。最后看运力，星舰完全回收复用的版本最多能带150吨上近地轨道，但如果选只打1次的版本，就能送250到300吨。作为对比，同样只能打1次的土星5号和 SLS Block 1，一个只有140吨，一个只有95吨，相差太远。而且星舰 PPT 里面还有在轨加注这个 bug 级的技术，这样上面的小星舰就能用自带的6台猛禽发动机，通过加5次油前往火星。相比之下 ，SLS Block 1只送了27吨到月球轨道，后续再怎么升级，运46吨就是极限了。你说这和星舰怎么比 ？OK， 如果说飞船的尺寸、推力、运力是扣开航天爱好者心扉的敲门砖，那性价比就攻破理工男女心理防线的电钻。星舰的电钻首推材料，比如舰体材料是保温杯都在用的304不锈钢，1公斤才3美元，跟1公斤100多美元的复合碳纤维比起来，等于白给。接着是分摊成本的杀器批量化生产，现在的 SpaceX 已经可以每天造1台猛禽。我们看星舰下面的超重助推有33台猛禽，上面的飞船有6台，加起来39台。45入以下 ，SpaceX 1个半月就能传一整根星舰，成本能摊到多低呢？一台猛禽1造价是200万刀，即使不复用，产生1000牛的推力也只需要花1000刀。而其他发动机除了猎鹰9在用的梅林，全都比猛禽1贵个3到5倍。航天飞机和 SLS 都在用的 RS-25，别1000牛推力则要少2.6万刀，更是贵了20多倍。在大批量生产的同时，发动机还在不断精简迭代，比如简化管道、卸掉传感器法兰的猛禽2号，比猛禽1瘦了400公斤，越精简造起来当然就越便宜。现在一台猛禽2造价只要100万刀，直接腰斩。而且猛禽2的推力还从185吨提高到230，把星舰的推重比从1.2拉到1.5，一减一加，性价比暴涨。最后让星舰性价比拉满一骑绝尘的还是完全回收复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人类和航天器跨过卡门线，跨过月球、火星、金星、土星、木星，甚至跨过237亿公里到太阳系边缘，但终究冲不出100多年前的某个下午，一个沙俄中学老师在纸上导出的内传公式，史称火箭方程保证。变形之后是这个样子，左边是
是火箭燃料占火箭总质量的比值，右边两个变量，一个被地球引力锁死，一个被燃料的化学性质框住。无论人类怎么挣扎，火箭也只是装满可乐的罐子，燃料掏空，最多送个壳上天。比如5000吨重的星舰，最多也只能把300吨载荷运到经济轨道。但仔细再一算，燃料成本跟火箭硬件比起来又只是零头，罐子比可乐贵得多。那么只要把火箭回收复用起来，人类就有可能冲出火箭方程的暴政。比如跟传统火箭去比，完全回收复用的星舰只需要多烧1管燃料就能捡回1条小命，送上天的货还1分不少，这不要了命了。那么回收复用能便宜到哪去呢？首先星舰上带万向节的猛禽发动机，也就是中间这一圈，在 Y 轴和 Z 轴方向最大能旋15度，机动性史上最强。跟它对应的航天飞机 RS-25 万向节最多只有12.5度，猎鹰9的梅林发动机万向节只有5度。其次星舰的推进剂是液氧和甲烷，跟液氧液氢比起来温差更小，隔温措施更简单，跟液氧煤油比起来更不容易结焦。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指向一个结果，就是星舰的回收维修会更方便，复用次数会非常离谱。一台猛禽发动机预估能完全复用50次，均摊下来，猛禽2发动机每千流成本只要8刀，并且还会继续降低，最终可乐罐子将会变得和可乐一样便宜。至于以前很多老航天嘲笑的可复用太难搞不出来，什么研发成本太贵摊不开，什么维修费太高不值得，连早就被拍的种种的了2023年已经不止一波。这是猎鹰9的成本分布，一手猎鹰9飞一次成本5000万刀，回收之后只需要花1500万刀就能再射一次，每次复用都是哗啦 W， 纯白赚。复用成本最大头的还是没有回收的上面节，占了2/3，整整1000万刀。所以全部都能回收的星舰要是能搞成，成本就只剩加油和测控维修那点杂费，纯纯的液氧甲烷硬超级。马斯克也是照着这个思路画饼的，说一发星舰只要1000万刀，最终甚至能减到200万，跟22亿发的 SLS 比差了200到1000倍。当然了，这个饼还是太离谱，多的不奢求，每发星舰只要能降价到几千万美元，就足以改变世界，开创真正的航天次时代。也只有这样，去火星搞基建，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现实。视频最后部分给大家分析一下星舰的商用价值。第一份潜在的商业价值当然是完成 SpaceX 自己的星链计划，为自己构筑护城河。星链总共不是要打4万多颗卫星吗？那么现在只打了4000多颗，还要再打38000颗。星链卫星这玩意呢，跟猛禽一样一直在迭代。0.9代卫星只有227公斤，约等于装了通信模块的土豆。最开始都嘲笑它是太空垃圾，但前不久发射的星链2代 mini 重量涨到790千克，未来要发的星链 2.0 则会涨到 1.25吨，甚至接近2吨，已经成了一个大卫星平台，能装通信容量更大的卫星。所以如果都按 1.25吨算呢，那么接下来再打38000颗就是47500吨。如果用运力22吨的猎鹰9发射，要打2200多次才够，而改用可复用的星舰只需要300发，组网速度直线飙升。然后你们再看现在跟风同样在搞卫星互联网的还有 OneWeb， 有中国星网，有亚马逊的柯伊伯计划，大家瞄准的市场都一样，即全球偏远地区海运和航空的通信市场，目标是把整个地球变成无死角的网络星球。那么通信卫星这个事情跟芯片跟 AI 都一样，谁是第一，谁以后就吃最大的蛋糕。这个蛋糕有多诱人，大家心里想必也有数。那么怎么在这件事上领先呢？当然是谁射得快，谁射得多，谁牛逼啊！谁拥有火箭霸权，谁牛逼啊！这就催生了对新型火箭的开发，比如已经预定用来打柯伊伯卫星的火神巴尔马座、辛格伦和阿里亚纳6号，是吧？行，那现在 SpaceX 拥有了最牛逼的火箭，你说意味着什么？懂的都懂，急呀！接下来星舰的第2块收入来自哪里啊？猜一猜，是美国军方。越来越大的星链卫星呢，不仅可以装通信模块，还能装遥感模块，也就是再加一个拍照功能。你想想，头顶上万颗高分辨率摄像头，全天候无死角盯着地面，你还能有什么隐私？过去遥感卫星偷拍其他国家的军事机密，还要提防反卫星武器，现在直接摆烂了，随便你怎么打，反正我射一发够你打1年，而且还便宜啊，谁也耗不起。甚至混在几万颗商业卫星里面，你都不知道该打哪颗。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去年年底 SpaceX 就跟美国军方合作推出了星盾计划，现在就等着星舰首飞了。你再想，在美国推出星盾之后，其他国家疯狂开干卫星互联网也是必然的，也会投钱建各自的星盾，会有更多资金流进航天市场。那么星舰以后能吃到多少有钱搞卫星但没法搞火箭的国家的单子，我不好说。也希望过几年大家看到类似新闻不要太惊讶，想想我这个预言家说的话。星舰的第3块收入来自 NASA。SpaceX 能涨起来，很大一部分就是 NASA 的扶持嘛，比如国际空间站的商业成员计划和商业货运计划，都用 SpaceX 的猎鹰9和龙飞船。以后阿尔忒弥斯载人登月，肯定也少不了活好还便宜的 SpaceX。登月舱就是打几发星舰在轨加注，最后射到月球嘛。最后能不能准时载人，也主要就看星舰顺不顺利。OK， 以上我提到的3块收入，分别代表着航天商业、军事和人类前沿探索3个领域。所以等星舰一旦成熟应用，在商业上就会加速航天市场上下游竞争，国家之间的航天
天军事化投入以及人类航天前沿探索的进程。在星舰还没有首飞之前 ，SpaceX 就凭借性价比无敌的猎鹰9占据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大半疆土，每年发射次数至少能占美国的一半，以后很可能跟中国航天持平甚至超越。如果星舰在一处，加上3大客户的巨量需求，我话放在这，已经登顶商业天王座的 SpaceX 很可能会成为商业航天第3级，甚至刚开始势必会形成垄断，无限挤压其他商业发射公司的生存空间。这事儿其实现在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星舰出来之后会更明显罢了。比如 SpaceX 搞了个小卫星拼车计划，每年发车3到4次，用猎鹰9带小卫星上天啊，最多一次能带100多颗。这车票有多便宜呢？把50公斤载荷送到太阳同步轨道只收27.5万刀，目前市场价的1/5。比如新西兰火箭实验室的电子火箭，送150公斤载荷就要收500万刀啊！如果不是急着射或者有特定的轨道要求，谁愿意多花400万当冤大头啊 ？SpaceX 这波大车一出，搞得专注其他小卫星发射公司马上就没得赚，融资越来越难，稍微发射失败1、2次就急。比如维珍轨道公司已经裁了90%的员工，正式申请破产重组，日子很难过的。当然了 ，SpaceX 这些年的突破和搅局不是没有好处，它就像一条横空出世的鲶鱼，开始刺激各个商发公司甚至国家级航天部门加速完全可复用火箭的研发。比如咱们写了10多年的龙9 PPT， 或许会得到更多关注和资金支持啊，出炉会更快嘛。在这种刺激之下，全世界航天发射成本都会一步步降低，越来越多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现在商业航天主打的不是卫星互联网、富老头太空旅游吗？未来就是天基太阳能、全民太空游、太空采矿，甚至马斯克花了20年的火星移民大笔，也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成为现实。你要从人类角度来说，一定以及肯定是好事。好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写到这里。现在是18号早上凌晨3点多，等会还要顶着星光回家，好幸福，爱你们，拜拜。